朕不走，小福宝还没找到呢。哎呀，皇上，山上的毒气对身体有害，还是尽快下山，在山下等也是一样的呀。唐之灵非常笃定，小福宝一定好好的待在沈飞的空间里，毕竟危急关头，沈飞的空间就是保命符，因此才尽力的劝皇上下山。这时候太子跑了过来，父皇，霄云观已经清点过了，没有福宝弟弟，他或许被人带走了。另外，宝华寺的香客全都中毒了，全都浑身瘫软，呕吐不止。父皇，这宝华山或许是被人下毒了，咱们要尽快下山呢。太子此时要比皇上冷静，毕竟他亲自带人去排查过的，山上没人，再继续在山上也没用。更何况宝华寺是长安城最大的寺庙，每日来上香的香客众多，现在全都出现怪病也不是一件小事。毕竟宝华寺是在长安城附近，这要是传出了什么谣言，对他们大禹朝很不利。父皇，宝华寺那边也要尽快派人处理。好，下山吧。于是众人一起下山。沈飞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荣王府了，宋太医亲自过来给沈飞把的脉。沈飞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唐之灵也是没想到沈飞竟然怀孕了，他记得沈飞说过不想再要孩子了，所以两人也是喝了药的。但是唐之灵忘了，他和沈飞是百毒不侵了，那么那避孕药也是不管用的。沈飞，小福宝在你的空间里对吧？花花呢？花花在哪里啊？小福宝和花花都在，我带你进空间。唐之灵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看到沈飞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。唐之灵，仔仔受伤了，很重。等到唐之灵进了空间，看到昏迷不醒的小福宝，也是心中绞痛不已。小福宝他竟然伤得这么重。他没想到最应该安全的小福宝才是伤得最重的。小福宝，娘会救活你的。小福宝躺在高级修护箱中，可以缓解身上的疼痛，加上吃了沈飞的药剂，人虽然是昏迷的，但还能看到小肚子的起伏。要不要把小福宝带给太医看一看？他们毕竟是太医，应该也能帮忙吧。沈飞毕竟不是医生，他只是科研人员，他也在思考唐之灵的意见。沈飞，这个蛋这么小，可以带出去的吧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拿出去就没有电了。那就不能把电也带出去吗？对，我这就去找，实验室里有发电机。沈飞不管唐之灵，急忙往楼下跑去。唐之灵虽然担心小福宝的伤，但是也关心另一个女儿。刚才听沈飞说花花也在空间里，但是他进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花花。唐之灵觉得沈飞的实验室有害的东西不少，就怕花花一个7个月大的小婴儿碰到受伤，于是唐之灵就在实验室里找了起来。花花小身子一僵，然后转过头，看到唐之灵皱起小眉头。他没想到会被别人发现自己这么丢脸，虽然这个男人是他这辈子的老爹，他还是觉得非常不自在。怎么到处乱跑呀？额头都磕坏了吧？花花的伤确实是从3楼爬下来的时候磕的，他手中紧紧地攥了一本书，他下楼就是为了找这个东西。唐之灵见花花拿着书，还以为是他拿着玩的，就想抢过来放下去。花花可好不容易拿到书，怎么能给唐之灵呢？小嗓子立即就叫了起来。甚至还发出了几个单音。唐之灵吃惊，这还是他那个不爱开口的小闺女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花花抱着一本书不撒手。沈飞没有在意，这间实验室本来就是他师姐的，所以东西也就都是花花的，他想怎么做都行。毕竟他师姐能来到这个世界，好像和他也有关系。当初实验室爆炸，他师姐就在隔壁，应该也是受了他的连累。他要就给他看吧。花花看到沈飞就这么走了，他手中的书看都没看，也是非常失望。他现在只能等着能开口说话。沈飞，这个黑盒子就能有你说的电吗？这是小电机，等电用光了再来实验室充电就好。于是两人就回了3楼。沈飞直接把小福宝的修护箱和电机都带了出来，毕竟他们一家子不能一直在空间里，他们都是王府的主子，消失太久，王府的下人会察觉的。这时候就听到了外面的喊声：
王爷，太子来了！其实下人已经喊了一会儿了，就是没有反应。我去应付太子，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小福宝现在的状况。沈飞也有些头疼，他不想暴露空间，但是太子和皇上确实非常关心小福宝。太子这时候来了，一定是来问当时的情况的。你先出去应付，就说我还没醒呢。啊，这借口太烂了吧？你快去。趁着修后箱断电的空档，他又给小福宝喝了2瓶药剂，确定他不再流血之后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也不知道你脏腑伤的情况。沈飞把罩子关上之后，才插上电源。修后箱开始工作，小福宝的表情又平和下来，嘴角甚至在微微上翘。沈飞没有发现，刚刚断电的这段时间，小福宝疼得皱起了小眉头。沈飞在思索解决办法。药剂已经都给小福宝喝了，维持他的生命体征和醒来都不难，但是小福宝醒来之后能不能像从前那么健康是个难题。沈飞注意到了花花的存在，走了过来。花花，花花见到沈飞来了，啊啊2声，然后就指着其中一页给沈飞看。沈飞看到了那页的内容，很兴奋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脐带血，这里面装有干细胞，干细胞可是号称生命种子。我有办法了。花花，你太厉害了。花花又伸出小手拍了一下沈飞的肚子。沈飞立即明白花花的意思了。对，我要小福宝亲生兄妹的脐带血。唐之灵正在应付太子，刚说沈飞还没醒，就听到了沈飞的说话声和笑声。太子也是探寻地看着唐之灵，觉得他有事也瞒。沈飞太高兴了，他一把推开房门，兴冲冲地道：唐之灵，咱们得快点再要一个孩子。那个沈飞，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啊！沈飞这才想起来太子来了，刚才他是太兴奋了，不过不能给唐之灵拆台。才醒的。太子抽了抽嘴角，你俩猜我信不信？那也是够巧的。不过太子也没有深究2人撒谎的原因，他最想知道小福宝在哪里，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山上为什么没有小福宝的踪迹。他那么小，除非是被人带走了，否则不会找不到。太子和皇上都已经把宝华山排查了好几遍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至于被荣王府带回来的护卫，现在有的人还昏迷着，有的人也说不清楚，什么突然间就没了，突然间就出现的，说的都是什么呀？太子猜测那些人神志不清了。太子是去过北地的，唐国公那些部下出现的症状和宝华寺山上的人出现的症状是一样的，他就知道这是六皇婶的手笔了。他清晰地记得那些没有服药的人最后的惨状，有的疯了，嘴里神神叨叨地说着胡话，有的人容貌腐烂，人不像人，总之都非常恐怖。所以他这次来，除了追问当时的情景，还是来求药的。毕竟宝华寺那些人都是无辜的，必须要立即救治，否则百姓们恐慌，或许会推到天罚等事情上，这样对他们楚家可不利呀。六皇婶，是不是有福宝弟弟的消息了？沈飞有点为难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不过现在瞒着似乎也瞒不住了，毕竟刚才他太开心了，完全不像是小福宝丢了的样子。您这么开心，想必是知道福宝弟弟在哪里吧？还有，你说再要一个孩子，是想重新生一个福宝弟弟吗？沈飞暗道，果然是暴露了，他刚才太兴奋了。想到太子的为人，沈飞觉得可以试着拉拢，毕竟这小子还陪着小福宝亲自去找他们了呢，人是不坏的。谁料沈飞刚想开口，就听到皇上驾到！啊，参见皇上。父皇，荣亲王、荣芳妃免礼。皇上看了一眼沈飞，发现她也就是个小姑娘，年纪和她的大公主差不多，两人也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。皇上对小福宝特殊，但是在别人面前他还是威严的皇上，他自然是不可能站在门外的，于是就率先往厅堂里走去。沈飞和唐之灵互相看了一眼，就知道瞒不住了。皇上才走进厅堂，就被眼前的东西吓了一跳。小福宝。他快速地走到修护箱面前，透过透明罩看到了里面的小福宝。荣王妃，小福宝怎么在这里？
这都是什么？太子也围着绣户香转圈圈，仔细打量。不过他没有皇上那么惊讶，他也是见过沈妃从前拿出来的防毒面具和喷洒农药的药壶，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六皇婶，福宝弟弟在里面有什么用？会帮助他恢复吗？这是修护香，小福宝躺在里面，可以帮助他恢复身体，也能减少疼痛。这么神奇？那这个蛋是哪里来的？太子目光炯炯地看着沈妃，就想知道个答案。皇嫂可真是什么东西都能变得出来。我就是仙女本身嘛，修护香就是我变出来的。屋子里的众人都无语了。唐之灵真想捂脸，但是空间的事不能暴露，他还在努力地想借口。而皇上却不想听沈妃胡扯了，他看着小福宝一起一伏的小肚子，知道他还活着，心里就放松不少。太医瞧过了吗？还没有。皇上也知道了荣王妃的顾忌，皇上不想现在追究这怪东西是哪里来的，能保住小福宝就行。毕竟荣王妃在他这里是个异类，能生出他老爹的人怎么能正常？还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点子，高产的良种，从来没见过的蔬菜，玻璃、镜子、水泥，还有解决了唐国公几万大军的毒气。以上种种都说明荣王妃不是个普通人，或者不是他们这个世界的人。这样的人要是落在别家，皇上会立即解决掉他。可是她是楚家的媳妇，是他们老楚家的人，还能把父皇给送回来，帮助他稳固江山，这就是他们大禹朝的福星啊！所以皇上也就不追究了，也不想听沈妃编那些漏洞百出的借口。把宋太医叫过来，给小福宝看一看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宋太医进来之后，见到修护箱里的小福宝，并不惊讶，毕竟他们家就是见证过荣王妃药剂的神奇的，那药可以称之为神药，所以现在见到什么另类的东西，宋太医都不奇怪。宋太医给小福宝把过脉之后，急忙跪在地上。启禀皇上，荣世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皇上听到宋太医这么说，就开始冒冷气，想到他当初是宋燕救过来的，于是开口问道：你儿子宋燕有没有办法？宋太医有一种我命休矣的感觉，他儿子有几把刷子他是清楚的，儿子只对毒药有研究，然后现在还退步了。启禀皇上，小儿擅长解毒，荣世子是脏腑受伤严重，你们宋家不是有神药吗？赶紧拿出来。皇上，神药之事是谣传。宋太医，朕看你是活腻了，到了这个时候还敢藏私。皇上，那神药。皇上和太子也发现了，宋太医频频地看向沈妃，沈妃已经把修护箱的电插上了。见到屋子里的人都看着他，宋太医还一脸恳求地看着他。那个药是我卖给宋燕的，小福宝已经喝过了。皇上和太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太子心想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还有皇婶说他是仙人的事，是不是真的？宋太医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陛下。荣王妃，小福宝这样还能醒过来吗？只要1年，小福宝就能好了。这要1年？这么久才能醒过来？沈妃，小福宝要昏迷1年，他这么小，还有长期不进食，也挺不了几天呀。不是要1年才醒，虽然仔仔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不会太久。这期间我会给他打营养针，不用担心，等到咱们生了孩子，我就能保证小福宝活蹦乱跳的了。咱们生孩子？是，我要脐带血，所以才要1年的时间。不用1年了，沈妃。太医说你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这样算下来，小福宝等7个月就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太好了。皇上看着两人自说自话，头疼得不得了。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？太不靠谱了！什么脐带血啊，简直是胡闹！他也是魔怔了，才在这里问2个250讨主意。他担忧地看着小福宝，只有看到他起伏的胸口，心里才没那么烦躁。荣亲王、荣王妃，宫中太医众多，朕就把小福宝带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带走我的孩子，
荣王妃，宋太医的医术不行，其他的太医或许有办法。把小福宝给那些庸医才活不了多久，我的孩子不能离开我身边，谁都不行。好吧，那朕明日再来。皇上觉得还是得派人在大禹朝找找神医才行。最后，皇上和太子一起离开了荣王府。皇后也是没想到，那么巧，荣王妃那日出城竟然会真的遇袭。皇后娘娘，三公主真是万幸啊！老奴听说霄云观死了不少人呢。嬷嬷，你说荣王妃当真那么厉害？是，老奴听回来的禁军说，荣王妃一人解决了大半贼人，那么多人都是荣王妃一刀一刀砍死的。那么一个小姑娘怎么就那么狠呢？徐嬷嬷很无奈，谁遇袭了不拼命反抗啊？娘娘，听说是王府的荣世子和花花郡主也失踪了，生死不知啊。老奴猜测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荣王妃才失控的吧。皇后轻轻地哦了一声，没有发表意见。老奴觉得荣王妃作为一个母亲，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，想必娘娘为了三公主和太子也会拼命的。徐嬷嬷不想皇后盯着荣王府，平白无故的惹荣王府，所以就尽量说些好话。嬷嬷，你先下去吧，本宫累了。是，娘娘。徐嬷嬷离开之后，大宫女翠萍道：皇后娘娘，徐嬷嬷最近一直帮着荣王府说好话呢。翠萍上次被徐嬷嬷敲打了，心里很不爽，所以也是在皇后面前给徐嬷嬷上眼药。皇后没有斥责翠萍，让翠萍心中暗爽。她知道皇后是听进去了。娘娘，奴婢倒是觉得荣王府的事儿是好事儿。哦，怎么说？娘娘，荣世子那么聪慧，皇上又看重他，奴婢觉得荣世子也是没命享受这份恩宠，毕竟福薄的人怎么能和太子比呢？这不，上天都看不惯了，亲自来收了。是呀，有的人不配。娘娘，奴婢觉得荣王妃这个人也不得不防。皇后的笑容快速隐去，她确实看不上沈妃的做派，也讨厌她的好运气。和先皇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，那么好生的，要不是因为小福宝，荣亲王还想被封成亲王，做梦吧，就是想认回来都难。娘娘，荣王妃遇袭，皇上和太子都急忙去营救，这恐怕天下人都嘲笑皇家。翠萍的话像一股重锤，狠狠地锤在皇后的心窝处。徐嬷嬷很无奈，她在仔细琢磨皇后最近半年的异常。从前的皇后可不是这样的脾气暴躁，情绪外露。皇上后宫的女人这么多，皇后虽然偶尔有吃醋的时候，但是很快就能转变过来。可是现如今怎么还没有当姑娘的时候沉稳呢？徐嬷嬷快步地离开坤宁宫，然后向东宫走去。太子刚从荣王府回来，就听到了太监来报，说是徐嬷嬷找他。快请。很快，徐嬷嬷就被请进大殿。奴婢参见太子。嬷嬷快请起。太子殿下，奴婢这次来是想跟您说一下皇后娘娘的事。我母后她发生何事了？徐嬷嬷把皇后娘娘这段时间的异常说了一遍。殿下，娘娘这半年来性子大变，暴躁易怒，但是请了太医，只说是心火旺盛，老奴觉得不对劲儿。而且皇后娘娘尤其针对荣王府，特别是荣王妃和荣世子。太子听了徐嬷嬷的话，也是在仔细回想皇后这段时间的异常。徐嬷嬷，你说母后的异常是这半年的时间？是，从前娘娘是很沉稳的，小事情也不会放在心上。如今因为我的劝谏多了，娘娘也烦了奴婢。太子却是在仔细回想时间线，半年前
那就是他父皇清醒之后，朝廷正在对抗东西突厥的侵袭，还要对抗造反的唐国公。这时间是不是太巧了？太子想到皇上遭到的算计，那他母后是不是也被算计了？还是说这个母后不是真的？嬷嬷，我母后从小被您照顾到大，你看现在的母后是真的她吗？殿下，老奴每日照看皇后，奴婢敢保证，皇后就是脾气变了，人还是原来的人。那就好。徐嬷嬷，你仔细和我说说，我不在宫中的日子都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是，殿下。于是徐嬷嬷和太子两人谈了好久才离开东宫。明月，王爷去了哪里？王妃，王爷又出府了，还没有回来。这人还神秘上了。这时候徐惠过来禀报：王妃，王妃。徐总管，怎么了？啊，王妃，现在京中有了不利于你的流言。哦，没事，我过去就没少被人说，不必在意。这次可不一样啊，王妃，现在都在传你残害云霄观的无辜道人。沈妃听到是这样，冷下脸。走，咱们出去，我看看外面的人都说了什么。沈妃为了不被人识破，还戴上了假面具，乔装成了男子的模样。她带着几名护卫去了京城的茶楼里，都坐了坐。果然很多人都在说她的事情，什么她心狠手辣，滥杀无辜等等。当然除了这件事，还有宝华寺众人出现怪病，是不是天罚，然后又扯到大禹朝连年战事等等。沈妃越听越不对劲，这事说小了是他残忍藐视法律，往大了说就是楚家人不配掌管江山呀。他这个楚家儿媳妇也是楚家人呢，那犯的错也是楚家皇室的错。总之中心思想就是这个意思。有的甚至更过分，竟然还有说他和皇上，他和太子的谣言。沈妃越听脸色越臭，极有资历，这事情绝对有人推波助澜，否则百姓不会知道的这么详细。还有那些不好的言论，绝对是有人故意引导的，为的就是打击皇上的公信力。还有就是给皇上和太子身上抹黑，太狠毒了。徐惠，英姑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英姑被皇上的人带走审问去了。徐惠，你去派人打听看看，怎么才能见到英姑？我要见她。是，王妃。乔山、乔宇，你们回来了。属下乔山参见王妃。属下乔宇参见王妃。之前小福宝听沈妃念叨这俩人，才特意向皇上要的人，他们也是从外地匆忙赶回来的。王妃，属下和妹妹两人以后就是荣王府的人了。太好了，正好有事让你做。是，请王妃吩咐。乔山，现在京城有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是，王妃，交给属下。徐总管，乔山以后就是咱们王府的人了，那些护卫都听他的吩咐，明白吗？徐惠在心里念叨：吝啬呀吝啬，你再不回来，护卫长的位置可就不保了。是，王妃。谢王妃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等所有人都离开之后，沈妃仔细回想，她总感觉有一张大网想要向他们扑过来。本来她以为解决了假的唐国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可是现在显然不是。想到假的唐国公，沈妃想起新加入的头发样本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可以再做个实验。沈妃转身进入了空间，想到唐国公到处播种的习惯，就把他的样本和曹氏的2个孩子做了 DNA 实验。沈妃没想着能出结果的，毕竟左尚书和唐国公是2个人，怎么能有牵扯？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巧，曹氏的2个孩子虽然不是唐国公的孩子，但是他们有血缘关系。沈妃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个结果，这说明左安怀和唐国公是亲人，可是那个唐国公是冒牌货呀。沈妃想起芸娘，这女人是唐国公的帮手，于是芸娘3个孩子的样本也被沈妃拿来和曹氏的女儿做了 DNA 实验。
结果沈飞只能用卧槽来体现了。芸娘的第3个孩子是左安怀的，因为那个小姑娘和曹氏的女儿是亲姐妹。沈飞飞快地转动脑瓜子，他觉得自己抓到了一丝丝头绪。沈飞想到左乐轩说起左安怀经常去霄云观，那么霄云观的贼人是不是左安怀的人？而左安怀只是个礼部尚书，难道他还想推翻楚家江山？假的唐国公想造反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着？沈飞觉得自己大意了，那时候应该好好的关注一下原因来着。沈飞快速的出了空间。明月，王爷还没回来吗？王妃，王爷还没回来。沈飞不知道唐之陵现在正在皇宫里，皇上又收到了弹劾唐之陵的折子，有些是弹劾唐之陵治家不严的，当然也有的是直接弹劾沈飞的，弹劾他滥杀无辜，甚至要求斩首荣王妃的意思。皇上看到这样的折子也是非常恼怒，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沈飞那完全是自保，小福宝伤得这么重，那些人死有余辜。是死有余辜，可是荣王妃好歹也要留几个活口审问呢。她倒是好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像是切瓜一样，全都解决了。她倒是痛快了，可是那些人全都死了，一个口供都没有。不是还有个白发女人吗？那人没了一个胳膊和一条腿，现在就剩一口气了，样子惨得不得了。他这样能给你的王妃作证，恐怕他啥都没说，就证明了你王妃狠毒。唐之陵想起英姑的模样，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。确实是。太医已经诊断过了，那女人没了一条胳膊和腿，剩下的胳膊腿的手脚筋全断了。总之要查出英姑的身份，要证明这些贼人的身份有问题，还有那些穿着道袍的人是假的才行。唐之陵想到道观剩下的道人。皇上，还有一些道人是活着的，他们可以证明沈飞是无辜的吧？朕已经派人审了，他们都是新来霄云观的，知道的不多，而且当时他们都藏起来了。这时候冯保在殿外禀报：皇上，太子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太子快步走进勤政殿，脸色也是很难看。父皇，京中出现了好些流言。于是太子把京中的流言说了一遍。岂有此理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朕昨日才见到荣王妃是圆是扁，竟然被如此污蔑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皇上觉得传沈飞凶残的话还说得过去，毕竟他那日看到沈飞拿着刀的样子也是吓了一跳。可是传他看上了荣王妃，爱慕荣王妃的事，这就过分了哈。他的眼光可是很高的，随便他身边伺候的宫女都比荣王妃有姿色。皇上喜欢明艳妖娆的女子，沈飞这种小白花的长相在皇上眼里连素菜都算不上，顶多勉强算是个咸菜。他每日吃着山珍海味，就算换口味都换不上荣王妃这样的女子。皇上气得转圈圈。查，快去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造谣。哼，朕会看上荣王妃？那么丑的女人朕会看得上吗？皇上实在是太气愤了，都忘了唐之陵的存在。唐之陵也很生气，竟然传这么离谱的谣言。不过皇上的话也很难听，他的王妃哪里丑了，明明美得很。皇上，你这话有些过分了啊。朕这是气糊涂了。启禀皇上，荣王府传来消息，荣王妃想要见见那个白发女人。荣王妃说没说什么原因呢？说是荣王妃要亲自审问白发女人。那女人疯疯癫癫，疯了的时候说的话不可信，清醒的时候又嘴硬得很，荣王府能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可以让我的王妃试试啊，她可是很厉害的，一定会有结果。皇上无语地看着唐之陵，但心中也有些期待。他觉得白发女人很可疑，毕竟这女人疯了的时候口中一直喊着父皇的名讳。皇上还是很好奇这女人和先皇当年的关系是如何的。关系一定不简单。可惜小福宝还没醒过来，否则就可以亲自问问了。太子，你和荣亲王一起去听听，看看荣王妃有什么手段。
皇上觉得以后他最好和荣王妃不要见面。哼，竟然有如此不堪的谣言，不知所谓。太子也好奇沈妃有什么手段，他和皇上想的不一样，虽然也有传他和沈妃的谣言，但是太子不在乎，他更好奇真相。是父皇。太子和唐之陵离开勤政殿之后，王府那边也接到了消息，两方人马就这么在监狱前会合了。你这身衣服，乔装一下，不刺激那疯婆子。沈妃害怕英姑看到自己疯病更严重，所以给自己换了一张脸。太子见状很满意，很好，很合适，这样就不怕有流言了。太子和荣亲王亲自来的，所以看守的人员立即放行了。狱卒把监牢的门打开之后，沈妃三人走了进去。英姑听到动静，本来无神的眼睛闪烁一下，但很快就隐藏下去，然后又继续疯疯癫癫，嘴里开始嘀嘀咕咕起来，看样子也是疯得很。他一直这样，审问对他没用，不知道他们那伙贼人聚集在京城是何目的。还有，萧云冠能躲过上次的排查，一定有内应。萧云冠的事，你过后好好和我说说，咱们互相交流一下情报，到时候用我的聪明脑袋给你分析分析，没准儿咱们就有结果了呢。好，沈妃满意了。她刚刚已经注意到了，英姑看似疯了，可刚才明明在认真听他们说话。她快步走到英姑的身边，英姑下意识地瑟缩一下，然后才呵呵地傻笑起来。沈妃直接薅了几根头发放在了空间里。不要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英姑好似只听到伤害这个词，身子僵硬。不要怕，放轻松，我不是坏人。沈妃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怀表，轻轻地在英姑眼前摇晃。英姑见到突然出现的东西，还以为是暗器，下意识闭眼，发现没有痛感之后才睁开眼，直接对上了晃动的怀表。放轻松，深呼吸，1、2、3，睡。英姑果然闭上了眼睛。太子惊奇地看着沈妃的动作，皇婶还真会法术。就是唐之陵也是第一次见到沈妃催眠，所以也是好奇地看着这一切。英姑，你遇到了你的仇人楚成燕，你想要杀他？是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给我的家人报仇。你家人都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是孟彩英，我是孟家大小姐。对，我父亲是孟文成，我很受欢迎，皇子们都喜欢我。你不是喜欢楚成燕吗？为什么要杀他？不，楚成燕不是真的喜欢我，他接近我是为了扳倒太子，他找到了我父亲的罪证，我太傻了，太傻了。英姑说到这里的时候情绪很激动，沈妃害怕她醒过来，急忙安抚。你报仇了，楚成燕死了。是，他死了，对，是弹药死的。我报仇了，给我爹娘报仇了。太子没想到是这个原因，他紧紧地攥紧拳头。唐之陵害怕他冲动，急忙拉住他，害怕太子打断沈妃的询问。既然报仇了，怎么又来到萧云观？萧云观是师兄的道观，我在等机会除掉楚敬德，杀了他最喜欢的儿子，也让荣春华那嚣张的女人尝尝丧子之痛。太子的身子僵硬，这人竟然是冲着他父皇来的。还有，这老女人是皇祖母的情敌吗？太子心里很复杂，同时也想说给小福宝听听，都是他惹出来的情债。所以你找了左安怀做帮手，让他给你制造机会。安怀啊，对，安怀很了不起，他当了礼部尚书，我们就要成功了。太子听到左安怀，一下子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。礼部可是组织慈祀、享祭、国祭等活动的部门，左安怀是礼部尚书，那找到机会在祭祀中做手脚，岂不是很容易？太子想到这里，心中胆寒，同时也是非常庆幸这个时候抓到了左安怀这个幕后之人。你和左安怀是什么关系？沈妃问到这里的时候，英姑明显很排斥，一直摇晃脑袋，脸上也出现了狰狞之色。
沈飞知道只能问到这里了，不过已经够了。放轻松，不要怕。沈飞直接打了个响指，啪的一声，英姑缓缓睁开眼睛，眼神还有些涣散。走吧，先离开这里。太子，你爷爷死的时候是多大岁数？六皇婶，你怎么能用死这个词？不用死用啥？哦，也对，那就文雅一点。先皇驾崩的时候多大岁数了？55岁。沈飞记得左安怀是38岁，算起来也是能生得出来的岁数。走吧，我回去做个实验，或许你会多个叔叔。什么？你说左安怀是先皇的儿子？这不可能，左安怀和我们楚家人一点都不像，不可能。而且他比我父皇的年纪还大呢，不可能。他长得和你们也不像啊，他还是你叔叔呢。太子一噎，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唐志玲的脸庞。六叔还是像的，我们的眼睛一样，真的。六婶，你仔细看看。是不是？等我回去做个实验就好了。不过我这里没有左安怀的样本，只有他女儿的。要是有他的头发或者是血就好了。放心，不就是头发吗？我这就派人去找。行，那找到之后立即送到荣王府，我等着用。好。沈飞和唐志玲一起回了荣王府，太子则是飞快地往宫里赶去。等到皇上听到太子的禀报，先是震惊，最后是恼怒。荣王妃这人还真敢想啊！那左安怀怎么能是父皇的孩子？这绝对不可能。父皇，你说的对，我觉得也是皇婶在胡说。我已经派人去拿左安怀的头发了。没想到左安怀藏得这么深。父皇，要不要派人把左安怀拿下？先不急，看看朝中还有哪些人跟左安怀暗中勾连。不过也要派人看着左安怀，防止他逃跑。是，父皇，孩儿会安排好这一切。太子想到白发女人姓孟，就追问道：父皇，那女人姓孟，叫孟彩英，她父亲是孟文成。竟然是他。父皇，孩儿记得这人是骠骑大将军，还是承前太子的旧部。是，你皇爷爷这皇位来得不容易啊。皇上只感慨了这一句，就不继续说了。总之都是从前的事，皇位之争从来都是要流血的，没有对错，只有输赢。父皇，孩儿先去荣王府了。六婶说实验结果很快的。皇上心中也好奇，他忍了又忍，才开口道：朕和你一起去听听吧。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，皇上下午的时候才说以后不要和沈飞见面，两个人来个王不见王，现在没忍住好奇心，还想尽快知道消息。于是皇上和太子两人又悄悄出宫去了荣王府，